现在就进入村庄来看看整个努比亚人村庄是如何咯。Crack Duck 鳄鱼绝对是努比亚最大特色之一哦。努比亚人为什么都要在家里养鳄鱼呢？我们现在来看看养在浴缸里面的鳄鱼啦。很多说鳄鱼神的崇拜有关系，另外一种说法只是努比亚人爱养鳄鱼当宠物，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呢，拿鳄鱼当宠物十分特别，不论是谁都会注意到鳄鱼。所以呢，会带来一些厄运的嫉妒眼光，就会被鳄鱼分散了注意力。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但谁在家养这么可怕的宠物啊？这种有时候晚上自己如果走路不小心开门走错房间，当场变成晚餐啊！哎呦，你看啊，人就是这样，还要拿那个给它拦着呢证明这只鳄鱼是真的啊！哇，这是好还是不好也不知道了啊！Uber 谁家囝啊？不要看小只的一咬起来还是会痛的呢但是没关系啦这个牙齿要先看看它有没有长出来如果还没有长出来呢，养回家养回家当蚊香，口气帮安心有没有哇，这个好多这个鳄鱼，我还是会觉得到底是谁会养这个当宠物太刺激了每天晚上睡觉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我就说过晚上不小心走错路，或是门忘记关大概就把你哈一声呢就把你吃掉了。Toskin. Where are we Toskin? Group Taiwan? 台湾怎么写？台湾，这是台湾的意思啦。那很投入当地的生活文化，那这样子呢，旅游过程当中，当然呢就别有一番风味了。到了这个撒哈拉沙漠的边陲，这里的骆驼呢，哇哦，将会是你人生当中难得的一次体验哦。很多人看到的这幅景象呢，感动不已，震撼不已，终于能够骑骆驼，在撒哈拉沙漠骑骆驼，哇，这种讲我恁孙那天呢，他都讲说哪有那么棒所以对家姐少年人来讲是一个梦想，对很多喜爱旅游的人，那是一个逐梦的方式但是相对之下，对很多人来讲，可能看到的时候，真的那样开始害怕所以不一样的感觉啦其实呢，换个立场你想想看，在撒哈拉沙漠骑骆驼，光这一点呢，就足以震撼人心啦。骆驼在站起来跟跪下来的时候，是最刺激的时候啦。在整个埃及的旅游过程当中，我最喜欢的也就是努比亚村的这一段行程体验了完全不同的风俗浴室里面的鳄鱼，墙上的手印，有如像非洲北非摩洛哥般的颜色小镇，就是蓝色小镇。骑着骆驼进入努比亚村，上下骆驼帮忙牵骆驼的努比亚人。哇，这种体验绝对让你终身难忘。这里已经没有像以前来的那么淳朴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还蛮淳朴的现在呢已经充满了观光客。人在原本的城墙上面开始呢，做了很多的这个画作骑骆驼要摄影呢，其
其实虽然有点晃，但是呢，我们换个立场去看看呢，骑骆驼要摄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来，我们现在走向亚斯文的三角风帆船啊，准备在这个尼罗河上面游行啊，逆风游行哦。这种风帆船很特别哈，逆风的时候它怎么行驶呢？它是 Z 字形的哈，Z 字形的慢慢逆风而上啊，所以做这个三角风帆船呢，也是另外一种体验。这就是埃及啊！想看卖梦寐以求的埃及，册本内底的埃及，你想真久的埃及啊！你无亲自打开了这个土地的时阵，你无法度了解哈。以前常常有人开玩笑说哈，不来呢，婚姻梦牵呢会后悔，来了更后悔了。应该不是这么说，为什么？我必须把一个行程的正面跟反面去告诉大家。埃及它1000年的古文物能够保存到现在，代表现在的埃及它也拥有了一些1000年的陋习。为什么？就是它很多的地方没有那么建设，没有那么的现代，尤其是它在沙漠当中，它很多的环境自然而然呢就比不上很多先进的大城市啊。这是来到这个地方，你必须要去体验跟体认的。包含了在尼罗河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河轮啊，这些河轮呢各式各样特色的都有，所以我觉得来到一个国家，你能否去体验它，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从我们的摄影荧幕看起来呢，它非常的漂亮，但你自己想想看，要到沙漠，对不对？不可能要到沙漠，你是这边路对不对哈？从头到尾一路豪华享受来到这个沙漠，不经一番寒彻骨，怎么能够看到美丽的景色呢？是吧？这就是重点。埃及被誉为文化摇篮的尼罗河，世界上第一大河，全长呢有6695公里的尼罗河，比台湾上长的浊水溪长偌济，长36倍啊！上宽的所在23公里，上矮的所在可能3公里，平均的跨10公里，源自于非洲中部的乌干达、甲伊索比亚，甲对东边的苏丹流入埃及内底，甲流出去地中海啊。这个所在呢，将尼罗河上游的河水汇集成全世界上大一个人工湖纳瑟湖 （Nasser）。大坝的完工让阿布辛贝和费莱神殿被搬迁了。
艳阳之下，尼罗河它泛着亮眼的蓝光，有看到不？哦，浪漫，哇，休闲。埃及南部的阿斯文，每年的秋天是尼罗河泛滥后满目苍痍的景象哦。秋天之后的埃及也是最适合旅游的埃及，为什么？这个时候的埃及很凉爽，很舒服。这个时候的埃及呢，没有夏日般的炎热，干燥的埃及带给旅客们最棒的旅游经验享受。这里的重兵看在这边，为什么？这里很多的阿兵哥镇守在亚斯文大坝附近，也因为它地处于敏感的非洲，还有呢近年来恐攻活动的关系，所以亚斯文大坝永远都很多军警驻足在这边，害怕的是有人来破坏。为什么很多人说谁破坏水坝？我告诉你啊，破坏它的水坝，民生用水就不见了哦。来到亚斯文，我们可以看到纳瑟湖沙漠当中这片的淡水海洋，它的面积之大。满水位的时候呢，有到554公里哈。那我们来到这个一望无际的人工湖，这个亚斯文水坝呢，也是位于把尼罗河的第一瀑布下游的城市呢，两座大坝就跨在这个尼罗河上面。由于旧坝的设计不足以控制洪水，所以新建新的高坝来保护沿河居住，控制了尼罗河的泛滥，同时呢，也为他们带来民生用水跟供电。你看看呢，这个就是尼罗河的河轮呢。我告诉你，尼罗河的河轮好在哪儿？好在它每一个窗户呢都很大扇的这种落地窗，可以看得到尼罗河的景色。但是它的，你看哦，尼罗河后面还有火车嘞啊。但是呢，它的环境跟设备呢没有办法那么好啊，没有办法那么好。那整个在尼罗河的河轮上面呢，比较好的船就只有2艘。而且这2艘呢，叫做阿瓦罗哦，这2艘叫阿瓦罗呢，是由欧洲公司亲自来经营的，你知道吗？坐上一个晚上呢，光一个晚上要价就8000多块台币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坐河轮的时候，常常呢经过的时候会看到其中有一艘特别豪华啊，有的人就会想说，哎，那想到我可以这一家哈，这种心态呢就跟什么一样啊？就跟经过了6星级的饭店了，哎，那想到我可以到杜拜帆船饭店，写港艺术哈。有时候他怎么说，就是没有安排啊？为什么？因为它单价很高哦，不是说不安排，而是呢，埃及一般来讲呢，如果要坐上阿瓦罗这一艘河轮的话呢，这个代价非常非常的高哈。有机会哈，如果有看到尼罗河的河轮啊，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介绍一下那一艘阿瓦罗它也是可以号称尼罗河上面最豪华的一艘河轮。那99%其实都像现在的这个河轮一样。你说它不好吗？其实也不是不好就我刚刚说过的在埃及你一定要有很大的认知，不是这个环境没有办法带给你很好而是这个环境的人就是这样子咯。谈到了阿布辛贝神殿，我们必须了解到高富帅的拉美西斯2世，期盼了好久好久的阿布辛贝神殿，它是金字塔之外，我觉得最值得、最震撼来到的一个地方。聊到这边，将会看到最震撼、最特别的阿布辛贝双神殿。当时为了建造亚斯温水坝，这个神殿原本不在这边，是因为就像长江三峡大坝一样，水坝起来之后会淹没了
阿布辛贝双神殿，所以当时的联合国等多个国家帮忙了埃及，把整个阿布辛贝的神殿整个一块一块的切下来，搬移到现在来到了这个地址。这是阿布辛贝最让人震撼的一面。我们终于来到了传说当中，在埃及文化当中占有非常大特色的拉美西斯二世的脚下，这位传奇的法老，这位伟大的人。位于埃及最南方的阿布辛贝神庙，可以说是除了金字塔跟木乃伊之外，最受欢迎也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景点了。这座神庙是由那个被木乃伊、被巴黎医生医过的拉姆西斯二世耗费了20多年开凿而成的。这不是一个堆积石头而堆积起来的神庙，而是直接由山壁凿成的。那这也是很特别的地方哦。阿布辛贝神庙，它前面有4座大雕像，跟神庙的内部一样，通通由山壁直接开凿出来。4座雕像长得都差不多那都是拉姆西斯2世的形象，每座雕像都高约20公尺，几乎是现代建筑里面有6层楼高的地方哦。头部的地方从左耳到右耳宽大概4.2公尺。等一下我们到外面来再来看看。而阿布辛贝神庙双神殿这个地方，基本上根本就不能够进来的哈。它一年只有开放2个时期能够进来。哪2个时期呢？这2个时期呢，光会射到里面的那个神像的脸一年当中有2次你才进得来哈。基本上它是坐落于阿旺西南2900多米的远古文化遗址，坐落在纳赛尔湖西岸，有2个由岩石雕刻而成的巨型神庙所组成的，所以叫做阿布辛贝双神殿那阿布辛贝和他的下游至菲莱岛许多遗迹呢，一起都是所谓的努比亚人的遗址它也是埃及最受欢迎的一座神庙那在这边呢，除了1956年埃及决定在苏联协助底下兴建亚斯文大坝，可是这个大坝一建起来之后呢，阿布辛贝绝对会整个淹进了尼罗河当中。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0年开始展开了拯救的行动，将这样一座由庞大山壁凿成的神庙逐步切割拆卸，往上移200公尺了。因此，无法如古埃及人般确切的掌握天文。一年当中有2天阳光照进的时间呢，因为神庙对另外一个水坝搬到这个水坝来，所以整整呢误差了1天这就是阿布辛贝双神殿最特别的地方。还有一个重点来阿布辛贝双神殿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为什么会说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呢？因为你要来这个地方，你必须要一大早就从尼罗河的河轮起床，来到了阿布辛贝的双神殿而从尼罗河那个下船的码头地方开车到家来上至要有2点钟以上的时间所以来到家其实呢足早就出门带着餐盒到这个巴士宾馆家来家看人逃出来。你看看哇，后面这个景色有没有觉得来点震撼你看这整个阿布辛贝双神殿指的是左边这个右边还有一个神殿，有没有双神殿你知道吗？这个神殿这个神殿是把它切割开来，整座如愚公移山一般的把它移过来，这是世界上最震撼的文物复兴的这个行为跟行动
所以我说站在宏伟的拉美西斯二世神殿前，抬头看看巨型的雕像深深呢就会被他的这个气势所震撼住再认真的去思考看看，谁呀？怎么有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呢来到这个地方，来到了拉美西斯二世前面所以呢，拉美西斯很多的埃及的墙上浮雕着画着拉美西斯二世在各场的战役攻击，美美的击败了敌军，胜利对拉美西斯二世而言呢，就有如家常便饭般的简单。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卡德什战役卡德什战役是在现今的叙利亚，埃及军队曾经在这里呢被这个西台人打败了。后来拉美西斯二世想出了一个办法，以自己过人的勇气激励士气，低落的士气呢，进而扳回一城讲不完的故事，讲不完的拉美西斯，更是让人为之震撼的拉美西斯二世的这整个阿布辛贝的双神殿呢。我觉得除了它的建筑震撼之外呢，更让我觉得，你看看，在埃及，在中东，甚至远到了台湾，有人为了保护这个神殿不遗余力有人呢根本就无所谓的在破坏古迹，真是讽刺对吧？这个叫海市蜃楼从小到大念书念了一辈子也没办法亲眼看过海市蜃楼。今天如果你有来埃及的亚斯文的阿布辛贝神庙，回程的路上，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所谓的海市蜃楼